恐怖片是无数人的童年阴影，即使现在再看一次，还是被吓得不轻。3名穷凶极恶的暴徒抢劫杀人，残忍手段令人毛骨悚然，竟然孕妇也不放过。此时探长正在医院陪妻子生产，突然接到出警任务，只好匆忙离开。3名匪徒挟持人质到了天台，探长英明神武，百发百中，当场击毙姐弟俩，自己也险些丢了性命。剩下老大丧彪被制服，并且放出狠话，他势必给姐弟俩报仇。惊吓后的探长急忙赶回医院，就在电梯门要关上的那一刻，探长惊呆了，自己眼花还是姐弟俩来找他复仇，他必须尽快上楼，因为待产的妻子可能有危险。不料姐弟俩的鬼魂再次出现，两人嫣然一笑飘进了手术室。对不起啊，恭喜你陈先生，你太太生了，是龙凤胎哎。2个婴儿的额头上各有1枚红色胎记，位置竟然和姐弟俩被子弹击中的位置一模一样，难道是他们投胎转世？姐弟俩死亡的恐怖画面挥之不去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探长不得不开始怀疑。这天孩子第一次回家，看门的野狗狂吠不止，吓得仓皇逃跑。孩子刚进门，养了多年的鹦鹉瞬间毙命，使得探长寝食难安。深夜他不放心2个孩子，龙凤胎竟然变成了惨死的姐弟俩，探长惊出了一身冷汗。2个孩子渐渐长大，但是从来不叫爸爸，意外更是接二连三。2个孩子将惨死的壁虎放进探长的运动鞋，趁他不注意，推着玩具车快速往门上撞去。探长的手指差点废掉，疼得大叫，孩子们却拍手叫好。生日这天，刚把切完蛋糕的小刀放下，恐怖的一幕又发生了。这还不算，接下来这一幕才是我的童年阴影。探长正在掏耳朵，2孩子快速冲上去，鲜血喷涌而出，探长疼得大声惨叫，也因此丧失了1半听力。他将自己的怀疑告诉妻子，但是妻子不肯相信，辛苦10月怀胎，绝不可能是魔鬼转世。胖子见他最近气色太差，第2天就给家里送了1缸风水鱼，还有1尊多手观音，希望可以挡住复仇的恶鬼。而此时，丧彪在监狱里正想方设法越狱复仇，他袭击了1名狱警，残忍地将狱警手指咬了下来。混乱中赶来救援的狱警根本没有发现，丧彪已经将手指上的戒指偷偷藏了起来。探长赶来监狱调查情况，丧彪趁被过身的机会打开了脚镣，再次袭击狱警，混乱中摘下了探长的手镯。第2天，丧彪越狱的消息就出现在了电视上，探长吓得尿了一地，双胞胎却拍手叫好。警察根据情报，丧彪可能藏在一个废弃木屋区，探长带队搜查。丧彪在偷袭胖子后迅速逃离，警察一死一伤，一帮人空手而归，被上司狠狠教育了一顿。不料回家刚睡着，2个孩子偷偷摸进房间，举起了手枪，探长又是一身冷汗。不要！幸好完美避开，一枪打在枕头上，探长再也控制不住，捡起手枪对准了孩子，妻子赶紧制止，他的孩子不是魔胎，2人不欢而散。胖子见探长这么惨，随手将自己的护身符送给了他。而此时，2个孩子对风水鱼正虎视眈眈，突然鱼缸碎了。回到家的探长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，一人嘴里叼着1条金鱼，他立马意识到胖子有危险。等赶到他家，屋里一片狼藉，胖子已经遇害，嘴里被塞了一个通讯录，但是自己家地址那一页被撕掉，坏了。他赶紧拨家里的电话，但是无法接通，只能狂飙200把赶回家里。女人接到一个诡异的陌生电话，什么也没说就挂了，一扭头被2个孩子吓了个半死，将他们关进了房间。扭头刚准备离开，就听见了孩子的哭声，妻子不忍心，又准备再次开门。探长推门正好看见这一幕，赶紧将妻子送到医院。回想起最近发生的种种事情，他更加肯定
2个孩子就是被击毙的姐弟投胎转世。他将1罐煤气和2个孩子关进房间，装上特殊的灯泡，布置好机关，只要丧彪打开房门，煤气就会爆炸。他在屋里屋外都设置好陷阱后，再次来到医院照顾妻子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等丧彪自投罗网。但是身为父亲，他还是不忍伤害孩子，又连忙赶回家中。不料丧彪先行一步，鬼鬼祟祟刚入院子，就踩到陷阱，脸被刺伤后，丧彪提高警惕，小心翼翼打开房门，煤气还是被打开，刚要对孩子下手，哥哥。这时探长赶到，刚上楼就遭到丧彪的袭击，一番挣扎，2人滚下楼梯，正好触发机关。探长躲避之时，险些被匕首刺中，一番打斗下来，丧彪还是技高一筹。探长被按在地上摩擦，事先设好的陷阱再次救他一命，匕首正好刺中胳膊，紧接着一脚踹开，似乎丧彪就这样领了盒饭。就在探长起身时，被一刀刺中，恰巧胖子送的护身符救了一命，一把抓起佛像狠狠砸在了丧彪头上，丧彪倒地不起。他赶紧上楼将孩子安顿好，关掉煤气，准备开窗通风透气。不料丧彪奇迹般复活，举起煤气罐已经砸了过来，打不死的小强再一次扑了过来，他捡起一个罐子扔向电源开关，伴随着爆炸声跳出了窗外。丧彪终于领了盒饭，他拖着满身伤痕将2个孩子救了出来，但是他们已经昏迷不醒，没有了呼吸。就在他绝望时，眼泪一滴滴掉落在胎记上，顿时电闪雷鸣。电影并没有止于恐怖和血腥，父亲最终选择了亲情，点燃了人性光辉，